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鸭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2季第4集。风和日丽的一天，小仙和小妹正在钓鱼，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来到他们的身后，开始和他们攀谈起来。就在这时，小仙的鱼竿突然有了动静，有鱼儿上钩了。可是这条被钓起来鱼长相很诡异，竟然长了3只眼睛，这可是一件稀罕事。那位先生目光掠过池塘的周围，看到了一座核电站，他刚好是记者，于是这件事被登上了报纸，把出现3眼鱼和核电厂联系了起来。最后这件事情闹到了州长那里，他亲自派了调查队前往调查。辛巴作为核电厂的员工，自然不希望被调查，还嫌州长事儿多，有那闲工夫，还不如想要多放2天假。这个我看行。辛巴实在不想听他继续抱怨，告诉他上班要迟到了。2个孩子还打趣他，叫他继续制作变种鱼。辛巴在厂里吃了甜甜圈，广播突然响起，是秃头的声音。州长派的调查人员就要到了，命令他们不说话，多做事儿。秃顶话音刚落，调查人员就到了。他们一下车就打开了身上辐射感应装置，谁知连电厂的门都没有进，装置就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记下来。用口香糖粘裂缝，记下来。元素棒被拿来压制，记下来。随处滴落腐蚀性液体，记下来。监控室无人工作，记下来。调查人员可不管秃顶说什么，通通记下来。秃顶眼看着糊弄不过去了，只好请调查员去自己的办公室私聊一下，还以为他要对这位铁面无私的调查员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谁知道上来就是一摊钱摆在桌子上，一点都不来虚的。秃头也没张口就说贿赂，只是表明这个钱不是他的，而是某个不知名人士遗留在这儿的，并且他希望等他再开门的时候，这笔钱能够不翼而飞。可就算他说的再天花乱坠，调查员依旧不为所动，并表示可以不计较他贿赂自己，但是如果不处理好清单上列的东西，他的这个核电站就只能停办了。调查员走后，秃头绝望地坐在他的宝座上，天哪，竟然有300多条，这得花多少钱呢？秘书很快就把答案告诉了他，5600万。秃头大发雷霆，赶走了秘书。这个无助的老男人一个人坐着喝闷酒，从白天喝到了晚上，酒瓶砸碎声音惊醒了还在控制室睡觉的辛巴。他慌忙狡辩自己只是闭目养神，发现并没有人来斥责自己，他松了一口气。看时间已经9点半了，打了电话给辛巴报平安之后，就打算收拾回家了。刚走出电站，秃点声音就引起了辛巴的注意，好奇心驱使了他慢慢朝秃点车靠近。隔着车窗，他就发现了趴在方向盘上哭泣的秃顶。辛巴从来没有见过秃顶这么沮丧过，关切地问他怎么了。在被对方吓了一跳之后，秃顶得知辛巴加班到了现在，或许实在是苦闷难以倾诉。秃顶让辛巴上了车，2个男人就在车里促膝长谈。秃顶告诉辛巴，政府要求电厂关门，辛巴也帮秃顶斥责政府，表示自己要是州长，绝对不会管这些闲事儿。秃顶对于辛巴的话十分生气，州长那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吗？你知道竞选得花多少钱吗？辛巴当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他认为秃顶有这个实力，毕竟他那么有钱，要是当上镇长，谁敢关他的电厂？秃顶表情由最开始的生气、惊讶，到最后露出了奸诈的笑容。没想到辛巴平时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突然脑袋也有这么灵光的时候。如果自己当上镇长，那电厂这点小钱算得了什么？整个州的财富都是他秃顶一个人的。现在他要开始创建属于自己的新世界了。没有丝毫的迟疑，秃顶马上就在报纸上发表了竞选声明。看到新闻的辛巴表示自己要投票给他。辛巴很不满辛巴的做法，他们一家人都应该是现任州长玛丽的拥护者。辛巴却不以为然，就算自己不支持玛丽，他也不会知道，也不会让他丢掉工作。辛巴不认为可以为了工作违背良心。玛丽可是全国有史以来最受爱戴的州长。秃顶已经组建自己的竞选团队，总负责人用图片向秃顶展示了大致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改变人设。现在秃顶在民众的心中还是一个无良商人，必须把他转变为实干家。不仅如此，还需要把他对手玛丽有一个正面的政治形象转变为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过首先要解决的是那条变种鱼。很快秃顶就上了电视直播访谈，在他拿出那条鱼开始介绍之前，首先请出了来饰演达尔文的演员，来为公众科普自然法则，物竞天择。还以为达尔文诈尸了呢，不愧是演员，凭借高超演技把群众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对于进化论这套法则讲解的跟达尔文在世一样。首先他表示这条鱼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向着更优秀的基因进化的结果。真的，我差点就信了。到最后秃顶甚至说这条鱼是大自然的奇迹，希望大家不要歧视这条格外优秀的鱼。这次访谈在群众中得到了不错的反应，现在公众的心里已经开始觉得是政府无故挑事，欺压可怜的小商人。不过清醒的人还是有的。辛妈就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改变立场，虽然现在民调显示只有6%，但对于秃顶
鼎来说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与此同时，他的竞争对手马丽也注意到了他的存在。他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不要把群众当傻瓜，公道自在人心。辛巴作为马丽的支持者，到处为他拉票，秃顶也干劲十足，一会儿向公众激情演讲降低赋税，一会儿亲自参加城市建设，一系列动作下来，秃顶支持率势如破竹，节节攀升。辛巴和辛巴在家里也搞起了对立，而且势必要对抗到底，树立正面形象和抹黑对手两不误。秃顶命令团队深挖马丽的黑料，然而找来找去都是些不痛不痒的新闻，想要凭这些扳倒马丽是不可能的。由于秃顶大肆宣扬减少赋税的理念，现在他的选民已经将他视为神一样的存在，终于在民调中超越了马丽，但他还是需要争取更多中间派的票数。竞选团队提出了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在选举前一天找一位他的员工共进晚餐，这确实能够增加他的亲和力。在众多的员工中，平平无奇的辛巴就成了他的选择对象。辛巴很快把这件事告知了家里人，毫无疑问，辛巴是坚决不会同意的，他可是玛丽的坚决拥护者。对于老婆大人的行为，辛巴支走了孩子们，决定展现一下一家之主的威严，扑通给辛巴跪了下来。万分无奈之下，辛巴只好答应了。很快，竞选团队就来到家中布置直播需要的器材，同时嘱咐辛小妹到时候一定要背下他们准备的问题。等到吃饭的时候，自然的向秃顶提问。比起写在稿子上的问题，辛小妹更想问秃顶为什么要污染地球。辛妈也表示女儿的问题更有意义。辛巴呵斥住了妻子和女儿，向竞选团队表示他们一定会好好配合的。当天晚上，辛巴和辛妈就发生了不愉快。辛妈觉得辛巴剥夺了自己表达意见的权利，辛巴表示自己没有剥夺，他照顾这么可爱的家庭，有准备可口的食物，自己怎么可能会不让他发表意见呢？辛妈想了一想，似乎明白了什么。那好吧，休战睡觉。和未来州长吃饭的日子到了，谁知秃顶还没有进门，辛普森家的狗儿猫儿就把他扑倒在地。秃顶自然十分生气，但是关键时刻也只得忍耐，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宠物了。很好，民调显示支持率又升高了。吃饭之前，小心对上爹不尊重也被他成功化解。不得不说，秃顶还真有点当政治家的天赋。很快，辛巴就照着纸条念出了他的问题，是关于秃顶倡导减轻赋税。秃顶表示，只要他当上州长，一定会减轻赋税。接着，他又主动询问辛小妹有没有问题。辛小妹迫于无奈，只得问出了要求那个问题。然后实在忍受不了了，也不听秃顶发言完毕，就擅自离席去厨房找辛妈了。他告诉辛妈，自己不想成为坏人的工具，这顿饭吃得太压抑了。辛妈告诉自己的女儿，她今晚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只需要相信妈妈就可以了。说完，辛妈就端着准备好的食物走向餐桌，秃顶还在激情的演说自己的理论，就看到辛妈端着食物走了过来，很快就被吸引了注意力。掀开盖子一看，竟然是那条三眼鱼，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秃顶会怎么表现。辛妈还故意给秃顶切了鱼头的部分，三只圆滚滚的眼睛看着他，众目睽睽之下，他知道自己最好的表现就是吃掉眼前这个家伙，并且露出很美味、很享受的表情。然而事与愿违，这实在跟好吃沾不上边，秃顶在嘴里搅了几下，就直接吐了出去。那块鱼从秃顶嘴里飞过了餐桌，越过了众人的视线，直直的落在了竞选团队的面前，也落在了所有记者相机中。毫无意外，秃顶彻底完了。新闻发布当晚，秃顶支持率又跌到了谷底。所谓伟大的进化论，物竞天择的结果，大自然的奇迹，全部都是一个谎言。他的竞选团队也走了，秃顶彻底输了。大发脾气的秃顶在辛普森家乱砸一通，还是辛小妹站出来才把这家伙请走了。临走之际，他还对辛巴狠狠地表示，自己一定会让他所有的梦想都落空。辛巴十分害怕秃顶说的话，辛巴在一旁安慰他，如果他的梦想只是吃甜甜圈、睡懒觉、做条咸鱼，没有人能够让他的梦想落空。在本集中，秃顶大厅演讲的画面致敬了1940年美国电影《公民凯恩》，虽然他们主要的剧情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涉及到了主角参加竞选的故事，并且最终以失败告终。由于剧情关联不大，讨论仅限动漫。在本集动漫中，秃顶为了能让核电厂不面临关门的危机，而走上了竞选州长道路，可以说一开始就动机不纯，所以落入失败也是理所当然，并且在竞选途中没有做一件实事，也没有真正为人民着想的觉悟，还说群众都是白痴、傻瓜，甚至企图抹黑对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有点讽刺美国政治的味道。就算你是一个对政治没有任何概念的人，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管理国家，但是只要你有钱，或者有人愿意给你捐钱，你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包括权利。资本就是一切，没有资本的普通人只是被愚弄的对象。虽然在动漫里秃顶最后失败了，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在美国，成功的案例应该不会在少数。不管在竞选的过程中口号是多么响亮，比如让美国再次强大，但是真正坐上那个位置之后，剩下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在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有钱人操纵了普通人，还是金钱控制了人类？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价、关注，咱们下次再见，拜拜。